自古以来，人类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死之后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观点对包括哲学在内的艺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没有确切的答案就出现了很多宗教也开始对死亡之后的世界做出了不同的解释。那还有一些人在经历过濒死的体验之后，描述了看到或者听到的另一个世界。所以就算是到了现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感受或者死后的世界，也只能根据那些有过濒死体验者的说法去想象去理解。那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体验和感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但随着这些年现代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尤其是在脑科学和实验科学方面的进步，已经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用科学去解释了。但有一点，不管你是掌权者、首富还是普通人，到最后谁都逃不过自然的法则。大家好，今天聊人在死的时候，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会出现什么样的感受。那其实如何定义死亡，在不同的人群里是有不同的想法的。比如脑死亡一般就包括了呼吸停止、心跳停止或者脑功能失去作用。那只有这三个情况同时出现在人体上，才会被认定成是真正的死亡。那这其中脑功能的停止是非常重要的，它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只有在这三个区域的功能全部都停止了，才算是真正的脑死亡。所以为了了解人在濒死的时候的感受，就需要先了解大脑中的细胞它在临死之前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那首先，当呼吸和心脏功能停止跳动的时候，血液循环也就中断了，大脑会失去氧气和葡萄糖的功能。那尤其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腺苷酸磷酸，也就是 ATP， 所以这个时候的脑细胞就会降低自身的活动水平，等待血液循环恢复。但是只要心脏和呼吸确定停止了，血液循环也就没有可能再恢复了。氧气供应中断的同时， ATP 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产生了。那等到细胞内的能量被消耗尽了之后，维持细胞平衡的功能自然也就失去作用了。那尤其是最近科学家发现了脑细胞在死亡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那首先，脑细胞调节盐分和电荷平衡的功能会停止，那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让细胞膜两边的电压发生反转。那这种变化会引发电信号的释放，而且这种信号它是可以被仪器给捕捉到的，而科学家就把这种脑电波叫做死亡波，代表的意思是脑细胞的活动已经没有办法再恢复正常了，这也是脑细胞功能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在这之后，因为脑内的压力平衡失去了作用，脑细胞就会开始快速的膨胀，一直到破裂为止，这也会导致细胞在结构上被破坏，紧接着会出现功能上的衰竭。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到底能感受到什么？那在一篇科学论文里就对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做了一个总结。那最厉害的是在这个论文里，他用到了脑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去解释人在临死之前可能会出现的感受。那最关键的其实是要看脑细胞氧气的供应中断之后和脑细胞发生的去极化。那在这种缺氧的状态下，大脑它就会产生幻觉，比如你这一生见过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儿会像电影一样在眼前过一遍，或者会看到亲人来接自己。那这其中大脑的颞顶联合区如果出现了缺氧的状态，也会发生我们经常说的灵魂出窍的感觉。那比如有些人会用第三视角看到自己躺在床上，或者亲人在身边聊天之类的。那这个它也是因为在低氧的状态下，我们的大脑会产生各种幻觉，同时脑细胞的去极化也会引发神经的兴奋状态，包括细胞在崩溃之前分泌的内啡肽，还有一些神经递质都会带来各种不同的体验。那这些现象它可以让人体的感官或者说是感觉都变得异常的敏感。但是这个它并不代表我们在这个状态下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感觉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是听觉神经或者视觉神经引发错觉产生的幻听和幻视。那在这其中还有一个研究报告显示，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听觉可能会是最后消失的感官。这是英国的南安顿大学对英国、奥地利和美国11名的心脏骤停之后又被抢救回来的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结果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还是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这也就代表了他们的听觉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这些猜想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也就是说
现在科学还是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些声音到底是大脑内听觉神经兴奋产生的错觉，还是患者真正听到了周围的声音。但这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如果能在他的身边说一些让他感到放松或者安心的话，他是可以听到的，或者在脑内产生幻觉呢。比如有些老人，他在去世之前就非常想见一个人，或者是其中一个孩子，但就算没有见到，只要在他停止呼吸之前告诉他最想见的人已经回来了，那可能这个时候在他的大脑内就会幻想看到的情景。那所以关于人在临死之前看到或者听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也只能通过他们的描述去理解了。也就是说，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就代表了他一定是经历过心脏重新启动的过程，包括脑细胞重新获得氧气的供应。而在等待氧气重新回到身体的时候，人的大脑细胞会短暂的降低活动水平。当心脏恢复跳动之前，血液也会重新循环，氧气开始供应全身，脑细胞也会从这种低活动的状态中恢复过来。那这也是为啥在要解读濒死体验人他们的感受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他们大脑在重启的这个阶段会不会短暂的出现意识混乱。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或者说我们了解的，只有通过那些濒死体验人的描述才知道，而那些没有被抢救回来的人，也就是死亡的真实感受，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知道了。但就算是这样，也不要真的去害怕面对死亡，因为在对动物的实验中发现，基本所有的生物在临死之前，大脑的神经递质，比如像血清素，它的含量反而比平时要更高，而血清素在分泌不足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到焦虑或者不安，但如果它分泌充足的时候，就会带来精神上的稳定和安宁。这就说明人的大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减少痛苦，那这种安详会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点。那最后，在人均寿命平均达到80岁的时代，我们要更努力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要带着遗憾去结束。兄弟们，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这个不是罪过，而是你生而为人的权利。